这一个外国人在中国上班，他连编个瞎话请假他都不会请，给他老板吓完了。俺们公司前2天去普吉岛度假了，大胖媳妇本来也要去，但是出现了一个问题，我们当时是临时突然决定说下周就去普吉岛待1周。大胖媳妇如果去呢，就会耽误2天课。他要是想调课，理论上他应该很长时间以前就给到学校通知，现在是来不及的。但是我的同事们呢，就也挺喜欢这姐夫，觉得他挺有意思，就怂恿他编个借口请个急假。大胖媳妇问我说：“那你当老板以什么借口跟你请急假，你是无法拒绝的呢？”我说目前有3种理由我无法拒绝：1. 临时拉稀了；2. 家里什么玩意儿堵了要漏水，得等人过来修；3. 给妈上坟。他说1和2那肯定是不行，我是一个网红，我去泰国玩那肯定能碰着认识我的中国游客，那到时候拍着我搁那沙滩上玩，我领导或我学生看见了咋解释啊？我说领导说起来你可能不信，我那天拉稀了，然后给厕所整堵了，我就等人过来修，完水流太大了，顺下水道就给我冲走了，我就昏迷了，完我再一醒来，哎呀，给我冲普吉岛来了，这可信吗？我的学生们怎么想我呢？然后他就问我，那这个第3个上坟是咋回事？为什么不能拒绝？他呢不知道啥叫上坟，我呢不知道他不知道啥叫上坟，因为以前我让他陪我去给我姥爷上过坟，所以他问我请假上坟为什么不能拒绝？我说的是人我那个同事1年到头就只能这么见他妈1面，那孩子想妈思念，想给妈上个坟，那哪个领导能拒绝呀？我万没想到，就一句话没交代明白，他把上坟理解成了探亲。大胖媳妇想来想去，觉得一个谎言需要后边无数个谎言来补救，他不要这样子，他坚信只要他跟他的领导坦诚相见，并拿出以后怎么把这课补回来的解决方案，天下就没有请不下来的假。第2天他就出发了，这位来自加拿大的打工英雄昂首阔步走向了校园，路上给他领导还发个微信说他有点事儿要说，然后中午在学校食堂他就提前偶遇到了他的领导，领导看见他说：“哎，这个穆罕兰老师，我正有事找你呢。我们上学期这个学生评分出来了，你的评分还是很不错的，学校呢很重视教学质量。你呢短期之内如果没有离开北京的计划，学校愿意和你签署一个为期3年的合同。”他听完那1秒就不是他了，别说普吉岛了，他要去普陀寺给他领导烧他一炷高香。领导说完还问他：“对你还有别的事儿啊？”大胖媳妇说：“我也想找你就说这个事儿，我就没有离开北京的计划，而且我来中国之后哈，我哪儿也不想去。我现在出国，我哪儿的饭我都吃不惯。我这人工作呢，我也不请假，而且我都不涉及上坟这个习俗，我妈自己来，1年来2回。”为了自己的事业，大胖媳妇放弃了浪漫之旅，在家带孩子做饭。还好我们家常备着黄天鹅可生食鸡蛋，它不含沙门氏菌，孩子食用更安全，方便又好吃。白水一煮，蛋香四溢。早餐来1颗，助力孩子们的黄金生长期。回家之后我就问他，我说假请下来没啊？他说我仔细想了一下，我要一去呢，保不住又发生一些什么笑话，你同事还得录我，那样就谁都玩不好，我就不去了。我说你真不去啊？那我去泰国1周，我挺想你的呢。他说没事，你们到地方第一时间给我视频上坟。那我到泰国还得挺想你呢。没事，你到了泰国给我上坟，视频上坟。你到泰国看的菜好吃，你可以给我上坟。我带2个孩子也给你上坟，给你们都上坟，给你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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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坟。你不用说。有什么问题吗？到底啥是坟？啥是坟？一个人如果真的自信，他到底能有多快乐？昨天我们要去拍大胖媳妇去接拿铁放学，在路上迎面走过来一个大姐，就看了他几眼。大胖媳妇很坦然地接受了大姐的凝视，然后转头跟狗说：“对，我就是明星。” Yeah, I'm a star。关键是人大姐压根儿不认识他。哎，那女的是俄罗斯人吗？是俄罗斯人吗？他没有在故意出梗，也没有在开玩笑，他就是这么自信。他对自己的认知跟现实是有很大偏差的，所以他这么快乐。前一阵我劝他去健身房锻炼锻炼，他回国之后又胖不少。我说你好歹的控制一下，他就每周去健身房，1周4练，坚持了2周之后又胖了4斤。然后我俩有一个共同的朋友，他就老跟他一起去健身房。我就问我这朋友，我说你姐夫1周4练1斤没掉，你下次去的时候帮我观察一下，完你告诉我一下你姐夫到底是咋练的呗。根据一线记者发来的报道啊，晚上7点半时许，大胖老师出现在了健身房，一共待了50分钟，30分钟在放松和拉伸，时不时会对自己健美的身材陷入沉醉。半小时后，大胖老师终于蓄势待发，走向了器械区，开始刷抖音。我朋友说，姐夫呢，器械几乎做了1遍，动作几乎一下没练。你别看他偷懒不上重量，但是所有的领域人都涉足呢。器械完人还有氧，在跑步机的时候还给我发来了一个图片，今天燃烧的卡路里。但是我从前方记者的实况转播里都看着呢，不光说那个不是他自己跑出来的卡路里，他还在跑步机上点外卖。我仔细一拉画面，还能看出来点的是腰子，点的是腰子。回家我就跟他说，我说你是咋健身的视频我都看着了，那你干啥去了？他说我也不知道，你非让我去吗？不是，我一直不理解你为啥让我锻炼身体。我尤其不懂的是，为什么那么多人老是嘲笑我肚子大？说实话，每次站在镜子前，我自己看自己肚子，刷屏啊，刷屏啊。我实在是无奈，我就跟他说，不行，你就在家做做家务得了。咱家有大卫平板拖把，5重刮刀，刮水贼干，加厚棉布，吸水力强，高处角落都能清，一把拖把全搞定，沉浸式家务体验，这样既能消耗卡路里还不累人，2全其美。他不光觉得自己是明星，觉得自己肚子刷屏，
还觉得自己汉语贼好，在老外中属于佼佼者。结果昨天遇到中国人一个小小的用词上的区别，他又翻车了。我同事郑州人跟他一起吃饭的时候想给他让个座，郑州人呢管这个位置啊，他叫味儿。我同事就跟他说你坐这儿，这有味儿。结果他告人家我知道是我放的。哎，来这边大味儿。温迪来了，为了见到半年未见的孙女和从未谋面的孙子，他从温哥华一个人漂洋过海来到了中国。这是温迪第一次来中国。我跟大胖媳妇结婚8年，父母都没见过面。我家这几个近亲说到底都是网友。我们去机场接机，我爸一共跟温迪就视频里说过几句话，根本记不住他长啥样。在机场看着个外国老太太出来，哎，这是不是温迪？然后就问大胖媳妇，哎，那是不是你妈那个？大胖媳妇说不是。我爸说你确定吗？那不是你妈，我看像呢。整的大胖媳妇非常认真严肃的告我爸，哎呀，爸爸，10分钟不到，你已经给我选了6个妈妈了，6个妈妈了。我请你冷静一点，不是所有的白人女性都要做我的妈妈 ，OK？ 然后温迪出来了，跟我爸相见。我爸说啊 ，Hello Wendy，Welcome to Beijing。温迪说 Hello， 我应该管他叫啥？我说对好，管他叫啥呢？叫亲家公有点别扭。大胖姐说叫大哥。温迪学会了，对 ，OK。但是温迪这点汉语吧，都是跟他孙女学的。你跟小孩学汉语呢，你学的都是叠词。温迪叫俺大哥，走着走着就记错了。快出机场的时候问我爸，你要带我去哪里呀？哥哥，给俺都逗稀了，但是给我爸整不好意思了，脸通红，装没听着。温迪又问我们是去地下车库吗？哥哥，我爸说温迪啊，一个哥就够了。温迪说我也没管第2个人叫啊。从机场回到家，我同事帮温迪拎了一下行李，还跟我说，哎姐，你平时说你婆婆抠是不是有点夸张了？人老太太行李可沉了，给你没少拿东西。我说是，那可能是他改变了。结果温迪行李箱一打开，16斤儿童书，为啥呢？他是在加拿大一个跳蚤市场，有人卖的不要的书，$1 3套，16斤，高低要带来中国。结果在机场托运时候被罚了200刀，然后给第一次见面的宝贝孙子拿铁4沓贴纸砸他一脸，给小达带了2大把他们装点圣诞树用的那种淀粉糖。不得不说，就是婴幼儿礼品这一块，涉嫌人民币得3块5以上啊。孩子完事儿了，到了成人区，其实吧，温迪就是给俺全家买了1套碗，硬给拆成了4个礼物，分着包的。我妈我爸俺们2口子一人1个碗，给我们拜了个晚年嘛。然后温迪还偷偷给我拉到了厨房，说今天你最美，我最爱你，今天你先挑，你觉得不好看的给我哥哥，我觉得他不会在意。哥哥看起来很宽容的一个人，我们就都是碗嘛，只有大胖媳妇是被他妈叫进房间单独聊的。出来的时候，大胖媳妇手捧20条裤衩，我就跟大胖媳妇说，我说还是不一样哈，你妈说到底还是对你是最大方的。大胖媳妇说大方啥呀？我说我又胖了，缺宽松裤衩，他说他可以给我带，刚才告我240，只收现金，跟别人好歹还买一个礼物，跟我属于纯代购。然后晚上我爸就请所有人出来吃饭，大胖媳妇呢都觉得他妈给我爸1个碗太寒碜了，路上赶紧去买了一瓶好酒，在饭店的走廊里就给温迪了。温迪说哦，亲爱的，这又是什么鬼把戏？大胖媳妇说妈，你记住，这个是你要送给你哥哥的礼物啊。温迪说啊，那还要我花钱吗？大胖媳妇你赶紧进去吧。我爸这不收了酒了吗？说啊，哎呀，我还不知道呢，加拿大人互相也给这个。温迪说我的就加拿大人给的。我爸说你的礼物很贵呀。温迪问他儿子，我的礼物很贵呀。我爸说你看你一个加拿大人来到了中国，哎，这么努力来适应我们的文化，这个与其说你送的是一份礼物，不如说你送的是一份真心。温迪问他儿子，我的真心到底多少钱呢？谁能告诉我，我送的到底是啥呀？